遺屋嘅存在係客家人存在嘅意義。只要遺屋仲喺度，個天依然都仲喺度。喺傳統小農經濟嘅社會，皇權不落院，權力嘅延伸並非好似今日咁樣可以上管天下管地，中間仲要管埋你個生殖器。遺屋外嘅世界係底層權力同埋頂層權力間嘅真空地帶，缺少咗有效嘅管治，多咗一份有限嘅自由，既食之無味，又棄之可惜。老子嘅無為二治，實際上講嘅係各掃自家前說，不理人家瓦上霜，界線相當明確。小農經濟自然脫離唔到自己嘅一畝三分地。遺屋外嘅世界係一個不屬於自己嘅未知世界。民間對於未知世界鋪路架橋、建亭立塔呢種越界行為，視為大善之舉，往往都能換取千古流芳嘅美名。現役為北邊嘅太平江上，呢座建於1796年清朝嘉慶年間嘅太平橋，雖然只有50米嘅長度、4米寬嘅橋面，但算得上係當年當地嘅一項宏大工程，耗費幾多人力物力不得而知，但建設嘅時間跨度足足有半個世紀。由當時嘅現役圍內賴氏宗親揾嚟風水大師尋龍點穴擇日而建。上層4通廊屋造型奇特，係傳統客家嘅府大式磚木結構，兩邊係馬頭牆樣式，開有廊拱。上層廊拱同埋下層兩個橋拱形成品字形結構，上游嘅中間橋墩錐形凸起，形如船頭，減弱咗水流對橋墩嘅直接衝擊，可謂驚豔老道。歷經200多年至今，只要屹立不倒，依然都仲可以掛住千古流芳嘅美名。古人非常之重視文昌，各地都會興建文昌塔，通過文昌塔嚟改變風水，彌補當地民風嘅不足，從而讓當地可以多出文人才子，實現文化昌隆嘅效果。客家人師承中原文化，講究耕育傳家，最大嘅人生成就係跨越遺屋內嘅世界，封王封侯，實現階層嘅突破。寒窗苦讀數十載，一朝鯉魚躍龍門，被視為人生4大喜中嘅第一喜。簡單嚟講就係金榜題名，比客家遺屋外嘅另一喜洞房花燭更為重要。中國嘅社會一直都係等級森嚴嘅階層社會，士農工商層級分明，商人嘅地位古往今來都係處於被打壓嘅狀態，社會結構極其單一。除咗手握權力嘅官員，剩低嘅無非就係喪失權力嘅農民，界限清晰，黑白分明。除咗四書五經、忠君愛國，其他所有嘅理想同埋生存技能，被視之為奇技淫巧、難登大雅之堂嘅非主流文化，因而讀書成為咗古往今來唯一嘅出路。不過讀書只係呢個過程嘅起步，讀好書、考取功名、謀得一官半職，成為人上人，才能具備顛倒黑白嘅能力。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，先至係終極嘅目的，係個人，係成個家族實現跨越階層嘅必要條件。呢個贛南地區尋烏縣車頭村嘅文昌閣樓，係民國時期嘅建築，建於民國2年。中華民國建立，雖然號稱結束咗呢片土地2000多年封建專制嘅統治，深植於民族架構底層嘅思維模式未曾得到改變。中國本土文化中嘅官本位思想未曾得到觸及，一代又一代嘅普通人貫徹讀書改變命運嘅信念，喺呢片土壤上爭先恐後，花開花落。文昌塔嘅興盛同埋衰落，自然亦都係文化當中嘅一環。當成個社會依然相信讀書做官可以改變命運，則文昌興隆；當成個社會相信讀書做唔到官，改變唔到命運嘅時候，則文昌必然衰落。信仰嘅崩塌，寄生喺信仰上嘅物體，自然就不復存在。生活喺唐朝開元盛世年間嘅人，
以為太平盛世係一種常態，發夢都估唔到會死喺毫無徵兆嘅安史之亂中。縱觀歷史，動亂嘅時間比和平嘅時間要長得多。既然係一部帶黃將相嘅歷史，咁就係一部對老百姓嘅管治史。政治先行一直都係社會嘅主旋律，因而管治先至係常態，視為正常嘅社會現象。所謂嘅盛世喺官方嘅歷史上屈指可數，寥寥無幾，往往伴隨住嗰段時期寬鬆嘅社會環境而產生。因而盛世只不過係成個歷史階段嘅突發狀況，既唔係正常嘅現象，亦都唔係常態。盛世嘅產生係社會開放多元化嘅必要條件。除咗盛世外嘅大部分時間讀書做官，掌握政治權力嘅風氣就會經久不衰。生存嘅環境越差，就越會變本加厲，而謀得一官半職。然而，能取得金榜題名嘅人畢竟係少數。當個體普通人無法企及掌握權力嘅時候，往往就會變成權力嘅寄生蟲，展現生存嘅本能去附和、去讚美，期望依靠權力嘅提攜實現一人得道、雞犬升天嘅願景。當一切塵埃落定，無論結局是否美滿，通通歸咎於名數。客家文化唔單止受儒家文化嘅影響，同樣深受道家文化嘅影響。一命二運三風水，失敗往往被歸咎於時不浪浪。做風水帶嚟運氣，再改變命運，繼而作為下一次嘅破局。虎形圍嘅誕生係客家圍屋結合風水術數嘅典型之作，喺贛南地區風水師嘅指點下，背靠青山，意為猛虎下山。虎踞龍盤之地，圍屋嘅大門係虎嘴，羊入虎口，生人勿近。兩個門窿龍精虎猛，炯炯有神。正立兩側嘅炮樓係虎友，如虎添翼。圍屋嘅後邊只係設咗一座炮樓，係虎嘅尾巴，強化形姿，避免咗畫虎不成反類犬。做戲做全套，着衫就要着成套，再雕刻隻老虎上去，不容置疑。講到明就係要話俾你知，阿媽係女人。總體上就要營造出虎虎生威嘅氣勢。老虎唔發威，切勿當成係 Hello Kitty。由於後人為咗避免重武輕文、龍虎爭鬥嘅嫌疑，喺若干年後，按照風水民風嘅理念，加建咗一座院門，面朝東方，期望人民昌盛。畢竟文人治國，方被視為正統。族人經過咗200多年後嘅繁衍生息，逐漸走出咗虎形圍。風水師嘅尋龍點穴，大興土木，造就咗虎形圍，使得族人處於一個狐假虎威嘅環境當中。亦都因此咁多年嘅時間入邊，既冇文人金榜題名，亦都冇武將建功立業。圍屋內嘅佈局同埋建築風格，同埋普通嘅客家圍屋並冇多大分別，有進深，有天井，圍繞住中心供奉嘅祖先神位，兩旁分布散開。圍屋對客家人嚟講係文化嘅根，有祖先嘅傳承，有榮耀嘅記載，承載咗情感，寫滿咗故事。呢度嘅歲月有聲，呢度嘅歲月無情，背負咗榮耀，背負咗使命，背負咗歷史。圍屋更係似一個牢籠，揮之不去。對於今日離開圍屋嘅客家人嚟講，圍屋嘅存在只係歷史嘅一座建築，唔再係天井下嘅嗰一份泥。